吉隆坡街头，华文招牌亮着，读中毕业礼上，学生用中文念誓词。老茶室里，电视机播放着香港老歌。对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，这些画面并不特殊，但放在更广泛的海外华人社会里，这样的景象并不普遍。在不少地区，母语教育逐渐缩小，而马来西亚仍然保留着一套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。它不是自然延续的结果，也不是单纯由国家规划形成的产物，它更像一套由民间长期维系的文化系统。这些牌匾上的字记载过我们先巴南来的历史，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。老师请放心，我们会好好学习的。最早下南洋的人，多数不是读书人，矿工、割胶工、码头劳工，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生存。但很多人后来做了一件事，办学校，没有稳定拨款，会馆后堂，庙宇香火，成为最早的教师。苦力、小贩、商人，一分一毛，募款。对许多移民家庭而言，学校不仅是教育问题，它也关系下一代是否还能继续使用自己的文字。我们的文字，我们的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，现在大家开始书写。背后既有制度环境的变化，也有长期来自民间社会的投入与承担。华文教育留下来的不只是课本，还有报纸、书店、校园刊物，也包括夜市摊位上的华文菜单，家庭里循环播放的粤语老歌，以及一代代人仍然使用的文字与称谓。香港电影、粤语流行歌、华语阅读，这些曾进入无数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文化记忆，早已融入日常。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，它也影响一个社群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与身份。今天，马来西亚仍然存在完整而庞大的华文学校体系，在许多地方逐渐减少的母语教育，在这里仍被持续实践着。这不一定是一种胜利叙事，更像一种漫长的延续。一些学校消失了，一些仍然存在。那些由民间建立起来的体系，并没有停留在上一代人的历史里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仍然参与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，也持续影响后来的人。